陈年乌龙茶的4大迷思破解，哪能存放吗？第5年的风味变化 Amazing， 陈年乌龙茶 vs 普洱老茶，哪种更值得收藏？说真的，你认为有陈年乌龙茶吗？因为我们卖茶的包装上面要打保存期限，就是打2年，2年的保存期限。那么2年过后，那乌龙茶就过期了，所以说根本无法有什么陈年乌龙茶，对吧？嘿嘿嘿，这支影片就要展开说说陈年乌龙茶的4大迷思破解。第2点，很多人都搞错了，更是影响了品茶的乐趣，由我们团队细细说来。迷思1，乌龙茶不能存放太久，会变质。许多人以为茶叶像食物一样有保鲜期，时间久了就会变坏，但事实上只要存放得当，乌龙茶不仅不会坏，还能陈化出全新的风味。关键在于焙火与存放方式。高温焙火的乌龙茶如铁观音更适合长期存放，需密封闭光，保持干燥，才能让茶叶在岁月中慢慢陈化。破解迷思1，陈年乌龙茶不是过期茶，而是经过时间洗礼的熟成茶，只要存得好，10年、20年甚至更久都可以品饮。但因在法规的规范下，茶叶仍是一种食品，必要打上保存期，于是就给了它一个期限。迷思2，陈年乌龙茶不如普洱老茶值钱。很多人觉得只有普洱茶才有投资价值，但这可不一定。其实高品质的陈年乌龙茶在市面上的价值并不输给普洱茶，特别是台湾的洞顶乌龙、铁观音等，在适当陈放后，能够展开独特的熟果香、蜜香和木质香，甚至比一些普洱茶更稀有。为什么老乌龙茶这么珍贵？产量稀少，不像普洱可以大量压饼存放。乌龙茶的陈年版通常是少量且精心收藏的，风味独特，经过长时间的转化。老乌龙茶的层次感极为丰富，带有龙眼干、药香的迷人韵味。破解迷思2，陈年乌龙茶不仅值得喝，也很有收藏的价值，甚至比某些普洱茶还要抢手。而我们团队制作的乌龙茶，没有朝向陈年乌龙茶去保存、去交易的，相较手上数量不多，倒是有几款珍贵陈年乌龙茶，那就是被视为宝贝，没在贩售。迷思3，只要存放就会变好喝，这是很多人搞错的地方。很多人以为茶叶放久了自然会变好喝，但陈年乌龙茶的品质转化跟时间和工艺都息息相关，影响陈年乌龙茶品质的关键。茶叶本身的品质，原料不好，存放再久也不会变好。焙火程度，焙火足够的茶叶，存放后更容易产生甘甜醇厚的风味。存放环境，如果受潮发霉，不仅影响风味，还可能坏掉。破解迷思3，不是所有乌龙茶都适合长期存放，要挑选焙火足、品质高的茶叶，才能让时间发挥魔法。这也是我们团队没有朝向卖老茶的方向去进行，那是另一个专业。我们就只是保存自身喜爱的某些款乌龙茶而已。迷思4，陈年乌龙茶适合所有人喝。陈年乌龙茶虽然风味独特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刻爱上它。这类人会喜欢老乌龙茶，喜欢茶汤温润甘甜，带有熟果香或木质香的人，对陈年普洱熟茶有兴趣的老茶玩家，享受岁月风味，愿意细品茶叶变化的人。这类人可能不适合老乌龙茶，喜欢清新花果香的新茶，对熟成味较敏感者，
不习惯陈茶的药香、木香，追求茶叶鲜爽感的人。破解迷思4，老乌龙茶风味独特，适合细细品味。但如果你喜欢清新口感的新茶，可能需要时间适应。而以台湾人现在的喝茶习惯，生茶、绿茶、高山茶这种清新感才是主流。不过如果你对陈年乌龙茶有一丁点的兴趣，强烈邀请你来试试，你可能爱上它，因为它在口腔里有多种层次变化。这种时间酿造的乌龙茶沉了点，也带动心境沉歇，不被周遭的纷扰搞得烦躁，亲自来感受它的魅力吧。你有喝过陈年乌龙茶吗？你喜欢的年份是几年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品茶心得。陈年乌龙茶能存放多久？告诉你，第5年的风味变化让人大开眼界。当你打开茶罐，发现里面有一包多年前的乌龙茶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是立刻冲泡，还是犹豫着要不要丢掉？别急，陈年乌龙茶可是茶界的熟成威士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茶叶的风味会发生奇妙变化，甚至比新茶更有层次感。但它到底能存放多久？又到了第5年，会有什么惊人变化呢？就来揭秘陈年乌龙茶的时间魔法，从4方面聊聊。第一方面，陈年乌龙茶的存放期限真的能放几年？一般来说，只要存放得当，乌龙茶可以存放5年、10年，甚至30年以上。轻发酵乌龙茶如清新型的铁观音，适合存放1到5年，时间太长可能会失去清新花果香。重发酵乌龙茶如东方美人，存放10年以上仍然能维持稳定品质，甚至越陈越香。焙火乌龙茶如炭焙乌龙茶，20年以上仍能保有醇厚口感，甚至产生独特的老茶韵。但如果存放不当，茶叶可能变潮、变味，甚至发霉。所以正确的保存方式至关重要。第2方面，存放时间对风味的影响，第5年是关键。不同年份的陈年乌龙茶风味变化惊人，来看看它的时间旅程。第1年，风味鲜明，香气庄扬，茶汤清爽，带有明显的花果香或奶味，适合喜欢新鲜茶韵的茶友。第3年，茶性趋于稳定，开始变醇，入口变得更顺滑，苦涩感降低，花香稍微收敛，甜感开始明显。第5年，风味惊人转变，这时候茶叶进入醇化期，茶汤变得更加圆润甘甜，原本的果香可能转为熟果或蜜香，甚至带点龙眼干的风味。此时的茶汤浓度提高，韵味悠长，口感极具层次感。10年以上，老茶韵味展现，迷人沉香释放，类似陈年普洱茶，带有木质香、药香，甚至些许陈皮的气息。茶汤从黄金色转为红琥珀色，口感温润回甘。第3方面，陈年乌龙茶的正确存放法。要让乌龙茶顺利进化，你需要掌握几个存放技巧。密封保存，茶叶最怕湿气，请使用陶罐或密封袋存放，避免接触空气。干燥环境，相对湿度保持在50%以下，避免霉变。避光避异味，存放在阴凉处，远离阳光和强烈气味，别和咖啡或香料放一起。定期翻焙，有些茶农会每隔几年低温烘焙一次，以去除水分并提升陈化效果。第4方面，陈年乌龙茶值得收藏吗？当然值得。
陈年乌龙茶不仅能展现时间带来的风味变化，还可能随着年份增加，价值逐年提升。有些高品质的陈年乌龙茶在市场上的价格甚至比新茶贵上数倍。但记住，不是所有乌龙茶都适合长期存放，挑选焙火足、工艺好的乌龙茶，才能确保茶叶越陈越香。才说第5年是乌龙茶的风味巅峰期。陈年乌龙茶的存放时间没有绝对限制，但如果你想品尝茶汤最完美的变化，第5年是一个值得开箱的黄金时刻。下次当你手上有一包几年前的乌龙茶，不要急着丢掉，试着冲泡看看，也许它正处于最美味的阶段。对于老茶2个字，人们的刻板印象还是会联想到普洱老茶。那么陈年乌龙茶和普洱老茶哪种更值得收藏？我们提出自己的见解，给你参考。陈年乌龙茶 vs 普洱老茶基本介绍。陈年乌龙茶主要来自台湾与福建，焙火技术是关键。透过长时间存放与定期烘焙，形成独特的熟果香、米香和木质香。典型代表陈年铁观音、炭焙乌龙。普洱老茶来自云南，以大叶种茶为原料，分为生茶与熟茶。透过时间自然发酵，生茶会转换出沉香、木质香，熟茶则变得更醇厚。典型代表陈年普洱生茶、普洱熟茶。总归来说，两者虽然都是老茶，但存放方式、风味变化与收藏价值却大有不同。风味变化，谁的岁月魔法更厉害？陈年乌龙茶的风味变化，第3年茶汤变得更圆润，焙火香收敛，开始出现熟果与蜜香。第5年茶叶内含物质更均衡，苦涩感降低，甘甜感提升。第10年转化出独特的木质香、药香，茶汤醇厚，带有回甘。普洱老茶的风味变化，生茶第5年从青涩转为柔和，茶气强劲。生茶第10年茶汤变红润，木质香、沉香明显，苦涩感几乎消失。熟茶发酵后可立即饮用，但存放10年以上会更醇厚，带有枣香、药香。我们团队认为，如果你喜欢茶叶的转化惊喜，普洱生茶可能会更吸引你。但如果你追求的是稳定、温润且带有烘焙风味的茶，陈年乌龙茶会更合适。收藏价值比拼，谁更值得投资？陈年乌龙茶的收藏潜力需要稳定的存放与定期翻焙维持品质。高品质的老乌龙茶价格会随着年份上涨，尤其是焙火工艺家的茶，受市场波动较小，适合自饮与小众收藏。普洱老茶的收藏潜力，生茶的升值空间大，名山古树茶价格一路飙升，今年市场价格炒作严重，投资有风险。熟茶虽然转化较稳定，但价格变动相对较小。如果你是爱茶人士，想品味时间带来的变化，陈年乌龙茶更值得收藏。但如果你是投资者，希望长期增值，普洱生茶可能更具潜力。收藏门槛与存放难易度，陈年乌龙茶的存放方式需密封保存，避免受潮与异味影响。建议每3到5年进行低温烘焙，保持茶叶品质，适合家庭收藏，不需要特别的存放空间。普洱老茶的存放方式是存放在干燥通风的环境，让茶叶自然发酵。生茶转换需20年以上，投资回报期较长，对环境要求高，适合专业茶仓收藏。
当然，陈年乌龙茶的存放较为简单，是比较适合一般茶友，而普洱茶则需要更多耐心与专业知识，适合长期投资。如果从品茶角度，爱喝茶的你会选择陈年乌龙茶还是普洱老茶？我们团队的建议是，如果你想喝到稳定且变化丰富的老茶，陈年乌龙茶更适合你。假使你对茶痴迷，想要长期投资者，愿意等待普洱茶的时间奇迹，那么普洱更值得收藏。不论选择哪种茶，都记得喝得开心，存得安心，才是收藏茶叶的真正乐趣。你更喜欢陈年乌龙茶还是普洱老茶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茶叶收藏心得。影片就到这里咯，下次再来一起品茶聊茶。